大伙儿听说了吗？乌克兰大反攻的绝密情报从北约内部泄露了。前不久，乌克兰才表示，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时间与地点属于绝对机密，整个地球上只有3到5个人知道。现在呢，除了反攻时间、地点，其他的情报大家都知道了，比如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只是火力军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为什么机密情报会从北约泄露，而且还是直接发到社交媒体上？情报泄露对乌军反攻又有什么影响？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发动对俄新攻势前，加强乌克兰军队的秘密计划，在推特、Telegram 等社交平台上疯传，内容包括武器交付、部队设置、兵力等方面的资料。泄露的文件有2种：最高机密和机密，时间从2月下旬到3月上旬。当然，里面没有乌军大反攻的确切时间，但是存在乌军整军布阵的线索，以及北约为反攻做的准备。比较重要的内容是4张图片，比如这张图片列出了北约援乌的武器数量以及训练乌军的数量。照片显示，北约为乌军反攻准备了12个北约旅，每支旅大约4000到5000人左右。北约负责训练的6个旅在3月31日完成训练，另外3个旅则是在4月30日结束训练。北约还为这9支旅准备了253辆坦克以及381辆步兵战车等装备。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北约援乌的装备来看，这份情报还是挺靠谱的。这些部队配备的装备有德国的豹2、英国的挑战者2、美国的 M119 榴弹炮，还有各式装甲车、步兵战车，几乎是把乌克兰手里最精良的装备都用上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北约援乌的豹2被分配给乌军第33旅，英国的挑战者被分配给第82旅，但是援乌的 M1 坦克没有在照片上显示。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国援乌的 M1 坦克又延期了，从今年秋季推迟到年底，不知道是培训有问题，还是根本就不打算援乌。换句话说，美国玩了一次空手套白狼。当然，就火力军来看，大概率还是培训问题。还有一份机密文件，描述的是北约对乌军的支持情况。名字里的 D+370 的意思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370天，具体内容就是北约在空中情报、弹药运输和后勤等方面的支援，还有北约侦察机在俄罗斯周边的活动统计。这个其实没什么，北约对乌的情报支援基本上人尽皆知，只是俄罗斯这下有证据，估计又要开始抗议了。还有一份标示着最高机密的地图，显示的是俄乌战场截止到3月1日的状况，以及北约对战局的评估。这份还是比较重要的，其中标示了俄乌双方部队的据点和规模，还有估计的双方战损。不过情报也就是在这里出问题了。按照美国的说法，这份文件已经被篡改了。文件上表示，俄军只有 1.6 万到 1.7 万人阵亡，而乌军则是有 7.15 万阵亡。这想都不用想啊！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分析，俄军的伤亡人数都接近20万了，现在说就1万多人，谁信呢？对比原稿后，至少有一处存在 PS 痕迹。说到这儿，各位也都能想到是谁干的，降低了俄军阵亡人数的推算，说不是俄罗斯的间谍，火力军肯定不信。值得一提的是，在3月1日当天，乌军还在位于德国的一个美军基地参加了战争规划演习。次日，美国最高将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以及北约欧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部指挥官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也来到了这个基地。火力军估计大概率是在给乌军指挥官上补习班。第4份文件则是2月份的天气预报，内容是北约对翻江期的评估，也就是乌克兰地面有利于车辆机动的地方。考虑到时间过于久远，这个评估没有多少情报价值。唯一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北约认为乌军不会在翻江期结束之前反攻。总的来说，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情报写明了乌军使用海马斯的情况，特别是弹药消耗量。这些数据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可以推断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北约对乌克兰情报支援的力度，以及乌克兰手里还有多少海马斯可以使用等等。而打仗这种事最重要的就是情报，乌军之所以能与俄军五五开，除了武器升级换代之外，还有北约的情报支援。
就比如海马斯，在没有北约提供的坐标之前，乌军就不会发射。还有光复哈尔科夫也是北约提供的情报，乌军已经知道俄军的主力撤走。这就有一个问题，情报泄露对乌军有什么影响？虽然这些文件可能是修改版，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并且不涉及乌军具体的作战计划，没有说乌军打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起反攻，但是对俄罗斯战争指挥官或者情报分析来说，这些情报已经足够了，里面存在很多高价值的线索，比如武器交付、部队设置、兵力等资料。最直接的乌军火炮系统的消耗率，俄军可以直接推算出乌军消耗资源的速度，并以此判断反攻的强度。更不用说乌军12个作战旅的训练时间表，以及作战单位和兵力部署，甚至参加反攻的坦克、车辆和物资等信息。除了反攻时间、反攻地点，其他都齐全了。甚至说，俄军还能根据北约对乌克兰翻江期的评估，判断反攻的方向。就算是乌军因此延后反攻的时间，俄军肯定还会有一定的准备，并且可以在接下来的战场里游刃有余。火力军也很难评估这些文档的泄露会对未来几个月的前线战斗有什么影响。当然，重点是如何解决计划泄露带来的影响。火力军的看法有2个，第一个就是改变作战计划，乌克兰配合美国快速改变作战计划，再进行相应的作战训练，迭代泄露的作战计划，甚至是不用训练。这年头谁还没个 Plan B？ 第二个办法就是乌军不再发起大反攻，而是立即撤离东部前线，保存一部分作战力量。这点不是不可能。之前泽连斯基出访波兰的时候就表示过，乌军存在撤退巴赫穆特的可能。对于泽连斯基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乌军受到太大的损失。如果激烈变得冲突，巴赫穆特守军被包围的时候，肯定会选择撤退。撤退路线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巴赫穆特地下城。当然，就火力军来看，在存在地下城的情况下，武器、人员、物资都不缺，俄军也不大可能拿下巴赫穆特。总而言之，己方情报泄露对于乌军而言不是一个好消息。针对这个事情，泽连斯基已经召开最高统帅会议，看看怎么挽回。美国那边也在删除这些泄露信息，并且开始调查泄密事件的幕后黑手。当然，删除情报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虽然不至于人手一份，但该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至于幕后黑手，大概率有2个：俄罗斯、北约。是的，火力军认为泄密事件的背后或许有北约的影子，也就是说，这个情报泄露有可能是北约主动为之。说幕后黑手是俄罗斯，原因有很简单，泄密事件的唯一受益人就是俄罗斯。如果说跟俄罗斯没一点关系，火力军第一个不信。说北约是幕后黑手，大概率是在给俄罗斯下套。这份绝密情报最开始是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内容包括乌克兰即将获得的武器来源、交付的时间点、乌军的部队组建状态和训练进度，还有其他和作战相关的数据、图表等等。本来这一事儿网友还只是讨论，没人确定是真是假，但五角大楼突然出面表示确实有这事儿。目前我们正在调查，暂时还不确定幕后黑手是谁，但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五角大楼这么一说，等于直接坐实了这份绝密文件的真实性。要是没点内幕，泽连斯基能直接杀到美国跟拜登对线，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乌军现在的反应着实有些平淡，仅仅是乌克兰的办公室主任顾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泄密事件肯定是俄罗斯干的，而且这些文件都是假的，与乌克兰实际的计划毫无关系，里面的情报资源也都是凭空捏造的。乌军说情报是假的，美国则是承认机密文件泄露，并表示要追查负责人，不排除北约这是自导自演。这份泄露的乌军对俄作战计划是北约和乌克兰故意泄露，里面的情报也是假的，目的就是扰乱俄罗斯的视线，掩护乌军的真正行动。就比如先前的反攻哈尔科夫，乌军就先放出消息，我们要收复赫尔松。等到俄军主力部队抵达赫尔松之后，乌军枪头一转，直接攻向哈尔科夫，3天奠定胜局。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这种真真假假、引狼入洞的战术，乌军已经玩得很熟练了。当然，假机密文件这东西里面肯定有真的情报，如果全是假的，俄罗斯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反攻兵力以及兵力部署，大概率是真的。
在被曝光的机密文件里，乌军的计划是组建12个北约旅，在1个月之后发起反攻。其中北约负责的9个旅，有6个在上个月已经完成了作战准备，还有3个在本月月底投入战斗。平均1个旅的人数在4000到5000人左右。如果按9个旅的人数估算，这个数量大概在4.5万人左右。就算是加上其他3个旅，也不过6万人，比之前宣称的8万兵力少了很多。相比较上一次反攻行动的20个旅，这个数量就更少了。而且这次投入反攻的武器数量也少了很多，已经集结的9个旅只有253辆坦克、381辆步兵战车，平均下来1个旅只有不到30辆坦克、43辆步兵战车，而乌军用的还是5000人的传统旅级编制，平均下来相当于68人才能摊上1台坦克装甲车辆。这就导致乌军很难像上一次一样在局部战线上对俄军形成足以抵消火力优势的兵力优势。虽然俄乌战争的战线变短，面对堡垒化的俄军战线以及已经泄露的情报，如果乌军直接推进反攻计划的话，很可能只会创造出另一场巴赫穆特之战。当然，这些兵力武器不会是乌军的全部，情报泄露也不是随便泄露的，如果俄罗斯当真，那就有好果子吃了。总的来说，乌军情报被泄露的幕后黑手只可能有2个，俄罗斯与北约。如果是俄罗斯窃取情报并泄露，乌军的反攻还是趁早取消，或者是转战其他战场为妙，秘密文件也要趁早转回国内。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乌军就因为担心泄密，不愿意与北约分享他们的作战计划，直到去年秋天才有了一点点的进展。而且火力军最近听说乌军还打算把机密文件交给北约其他国家保存，只能说要三思而后行。如果是北约主动泄露，目的就是给俄罗斯下套，这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情报就看俄罗斯如何选择了。各位认为这2种情况哪种可能性更大？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